暗中的女友，我正在忧心忡忡，共军会怎样对待我？我已经丧失行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孤苦伶仃的生活怎样过下去？这时有一个女政工队员走近我，低声说：“主任，我怕。”怕什么？我强作镇静的回答：“我害怕共军将我配给残废军人做妻子。”他很不自在地说：“不会的，婚姻应该是自由的。”我宽慰他：“我想和主任一块，说我们是夫妻，不知……”他脸上含羞发红，没将话说完。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都得喂，你愿护理我吗？我坦率地说明我的实际困难。我情愿。他真诚地回答：“我如果还能活下去，你就是我的生命救护恩人了。”我激动的声音有些颤动。我太大意了，认识你却不知道你的姓名。我叫王景陶，以后我叫他小陶。一会儿，共军来了几个干部，有一个来到我担架旁问我的伤情，我趁机介绍了小陶，说明他是我的家眷，我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请不要编散。他说不会拆散你们的家。那边几个干部叫李指导员，他走过去和那些干部一起，将汽车队、政工队插编在解放军部队里去了。临别大家依依不舍，各自抑制着泪水往外流。真没想到，在这样孤立无主的关键时刻，能遇上这样的患难女友。风雨同舟，内心觉得是最大的温暖。指导员带着担架旅的民夫，担架是用绳子来回拉牵而成的土制品，将我抬着和解放军的伤兵一路向后方医院送。小陶和指导员跟在我后面，休息时小陶给我喂开水。到达营地，指导员给我们安排住房，生活由小陶护理。剧烈疼痛时，小陶找指导员，指导员就会找医生来打针。对我各方面的照顾很使人感动，没有搜身，也没侮辱过我。我从腰里掏出一支小手枪给指导员，我说：“这手枪是我留着自杀的，现在你们以礼相待，我不要了，赠送给你。”我们的政策是不侮辱、不虐待国民党官兵，还要好好优待。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战地简报给我看，得知剿总副总司令官杜聿明、第9军军长黄书、第60军军长李敬轩等剿总和军师师级长官全部被俘，只为见邱清泉和李弥将军的名字。后来从负伤的国民党官兵得悉，邱清泉自杀了，李弥换上便衣化妆农民出走了。这场战争，共军绝对的胜利了。与其说军事上的胜利，不如说政治大于军事的胜利。抬着我的担架民夫说话口音和小陶相似，他们告诉小陶，他们是胶东的担架旅，小陶是胶东人，说话就更相投了。据说胶东每个村除村长和老弱病残者外，所有男女青年壮年全都派来支援解放军。我们在路上碰到络绎不绝的大车独轮车，载送粮食、布鞋布袜、猪羊肉、蔬菜、土制香烟、糖果等慰劳品。这些车不仅是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的，农村城镇也很多。凡是已经解放、建立了行政机构的地方，就会组织民众支援及参加解放军作战。像这样的军政配合、军民配合是史无前例的。有一次天已黄昏，进入村庄，后面跟着一个50多岁的农民，怒气冲冲地指着我高声叫骂：“我要打死你！
我的儿子就是你们打死的。指导员和小桃拦住他。指导员说，我们解放军对待俘虏和投诚起义的国民党官兵都要优待，这是我们党的政策，也是我们胜利的法宝，军民都要遵守。恰好村干部也来了，农民被说服走了。指导员和我们一起小行夜宿，终于将我们送到了山东华东野战军后方第4医院。医院将我和小桃安排在一家贫农家住，是一个50来岁的单身汉，生活很贫困，每天吃着红薯藤的窝窝头。他为什么这样贫困，我没问过他，他也没向我们说过。他告诉我，这里叫周村，天下第一村，向东一站就是淄博市。医院按伤的轻重，供给饭菜。我吃小灶，吃细粮，每餐米饭或面条1小碗，荤素搭配的菜1小碗。小桃和医院职工一样，吃大灶，吃粗粮，吃小菜，隔天可吃到1餐馒头，并发给我们老百姓慰问的布鞋牙刷，每人1份。小桃每餐在食堂吃了饭，就端回我的饭菜，喂着我吃。时间飞快地过去，转眼入院20多天了。大小便总要移动，动一下就痛几个小时，实在受不了。我要小桃向医院要了几张纸来，小桃将纸垫在木板上端着，我写了个报告给医院，叙述了我的伤已2个多月了，曾2次大出血休克，经抢救复苏，战地又无法手术，左腿不能移动丝毫，动则疼入心肝，因而大小便经常忍几个小时。我知道医院外科手术多，忙不过来，但情不由己，冒昧陈词，请求尽快手术，解决疼痛之苦。小桃将报告送上医院。第2天，医院派了一位女指导员来看我，看样子约30来岁。她走进床边和我握手，态度很温和，问我是高中还是大学毕业，是否当过医生。我没当过医生，在国民党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如果是上了抗大或陕北工学就好了。我带着笑容回答，这谁也不知道。我高中毕业后，离河南老家瞒着父母，偷偷递上了延安，每天2分钱菜金，餐餐吃小米饭。我受不了，想逃跑。可是开生活会时，指导员提出，有的同志不想革命，想逃跑，要自我做思想交代，好像他已透视了我的心。从此我再也不敢想逃跑了。现在我可好，对那时的领导实怀感激之情。他这样坦率的谈吐，我很感动。接着我又重复了报告里的内容，将负伤经过及抢救过程，伤腿轻动及持续疼痛几个小时，曾想过自尽，但见你院对国民党原伤官兵也同样医治，心里也很安静，只是疼痛没法忍受，请他接纳我的请求。小桃将我的裤脚卷起，给他查看动脉瘤和弹片入口。你安心休养，因伤员多，医生忙不过来，我会建议外科主任尽快给你手术。动脉瘤是大手术，你不要着急，不要顾虑，我们一定会给你医好。他说完点头走了。第2天，外科主任来了，检查了动脉瘤。他说，股动脉已被弹片炸破，因出血而形成动脉瘤。动脉瘤手术是大手术，如手术成功，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手术失败，股动脉结扎后，侧支循环供血不足，小腿就要萎缩。另一种情况是血流淤积不畅，小腿会溃疡。这2种情况出现一种，就得截肢。如果你同意现在做截肢手术，
一可保安全，二好得快。截之，仅留下一条残存的生命，以后什么也干不了，活着有啥意义？请给我做动脉稳接手术，如果不合适，就做侧支循环手术。我床头还剩有一包红枣，我叫小桃赠给他，他坚决不接受。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算不了礼物。你若收下，我内心会感到特别愉快，毫无恐惧地上手术台，比镇静剂还更有效。他才收下说，我们解放军纪律很严，不能接受任何人的礼物。你的伤如果是解放时复的，可以享受一等残废待遇。动脉稳接手术目前只有白求恩大夫可以做，侧支循环手术我们会尽心尽技给你做好，不要担心。大夫和我握手告辞，说工作很忙，再三要我放心。大夫走后，我对小桃说，这次手术如果不成功，那就枉费你的热情护理，但我希望人死了真的能变成鬼，我好做鬼来报答你。不要难受，取出破片就会好。他热泪盈眶地安慰我。上手术台的日子到了，用手推车推着我进入手术室。我心里很平静，生不会再痛，死也不会有痛苦。我带着微笑要求大夫，请给我做半身麻醉。外科主任面向医生说，我看可以。用无菌巾盖住我的脸，腰椎麻醉后就开始手术。手术刀划开皮肤，分机器分开肌肉，毫无感觉，只听到手术器械丢击磁盘的声音和医生的语声，快拿止血钳来。弹片，股动脉只剩一半了，缝合。以后大出血咋办？还是结扎，利用侧支循环安全。3个多钟头的手术，缝合刀口时，麻醉药醒了。我咬紧牙关顶住痛，上好夹板，仍用手推车推回住房。小桃做了鸡蛋喂我，我觉得很疲倦，吃了就入睡了。一觉醒来已是半夜，绷带敷料和垫着的毛巾都被血液渗透了。小桃要去找外科医生，我阻止了他。天亮后，小桃找来了外科主任，说是有血管没扎好，要重做手术，交代不要吃东西。上午9点又推向手术台，这回采用全身麻醉，拆线结扎血管，再次缝合，我一点也不知道。推回住房，仍是昏迷不醒。午后反复呕吐，不止不休。左腿伤口以下像是热火烤着，皮肤烧得烫手。小桃又找来大夫摸了摸，说，不用着急，麻醉药效消失后就不会呕吐了。股动脉结扎后，侧支循环呈代偿性的扩张，使血液能携带足够的氧气和养料，供应小腿的正常需量。发热是血管做调节性扩张。这一说，我起伏动荡的心平静了，但伤腿的脚跟紧贴夹板上，疼痛不已。大夫叫小桃姨换棉花垫，用酒精棉球擦，如再痛再换再差。小腿烧了几天，自行退烧了，只是萎缩和坏死的顾虑仍未消除。万一发生，这辈子就完了。3个星期才解除夹板，伤口有轻微炎症。解放军医院一向采用无菌疗法治疗伤口，这是白求恩大夫在解放区缺药的条件下提倡的。我躺在床上已2个多月，3次大出血，面黄肌瘦，尤其2条腿瘦得像2根柴。护士换药时，我请他转问大夫，自己花钱买血浆和青霉素是否允许。
护士答应代问，明天换药时告我。他很守信用，第二天告诉我，自己买药，医生同意，医院会给你注射。这些药医院很缺，不然早就给你用了。小桃随即上街坊，将她仅有的一只金戒指卖了，花了20多块元银元，买来血浆1瓶，青霉素和蒸馏水各10支。注射后炎症消失，精神也稍有好转，睡在床上没有不舒适的感觉，但一坐起就头晕眼花，摇摇欲坠。外科主任来看我了，他面带笑容走进床边，先和我握手，然后掀开我脚下的被子，看了看，摸了摸小腿，说：小腿血循正常，小腿的功能也会逐步恢复，你可在床上自动或被动地锻炼腿的功能。我这样严重的伤，能获得你这样高明的大夫精心救治，不知怎样感谢你。手术时见动脉只割断一半，想给你缝合，又恐万一以后大出血，在没条件的环境，几分钟就可殒命，所以采用了侧支循环手术。年轻的主任表情里含蓄着自豪，我的内心也充满着温暖。医院有个姓李的小伙子，是管食堂买菜和打杂的，时常来我住房玩。他见我有只手表，问是哪儿产的，值多少钱。我告诉他是美国的海军表，防磁、防水、防震，价格我忘了。以后天天下班后就来我住房，问长问短，最后问我有没有钱花，表卖不卖。我笑着表示感谢他的关心，并说明我的表目前不打算卖。这人以后就没来了。护士来换药时透露，这人因想谋取我的手表，在全院的大会上挨了批评。这事时，我对解放军的纪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共产党如能长期保持这种严明的纪律，它将有很长的生命力。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能做到强不欺弱，智不惑愚，那就是最理想的社会了。不过每个政党起初都是好的，执政后就慢慢腐化了。共产党在淮海大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伤亡是很惨重的。现在经过整补，要乘胜南下了。医院要跟随部队走，所有解放军伤病官兵分别转往地方医院，国民党伤兵一律遣回原籍。医院的女指导员陪着医院政委来看我。你的伤好了吗？政委关心地问。伤口快愈合了，只膝关节僵化，不能走路。谢谢政委的关心。我们医院即将随部队南下，你如愿意参加革命工作，可和我们一路走。我很想参加革命工作，可是我现在仍需搀扶着走路。我们研究讨论后再通知你。政委说完走了，小桃送到门外。他们走了以后，我和小桃商量，还是要把腿治好，这是关系到一辈子的事。只要能恢复行走功能，不会找不到工作的。小桃同意我的意见。3月中旬，医院做出决定，将国民党负伤官兵一律遣送到青岛外围前线阵地，再转入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市。上车前，女指导员告诉我，医院马上南下，因你不能行走，经详细研究，还是让你回家休养。你在家乡也能协助解放工作，做出贡献。我领会他的话意，说了几声谢谢。护送的医生来了，帮助我们这批国民党伤残官兵一个一个地登上一个没有车棚的货车厢里，各自将自己的衣服垫好坐下，不能坐的躺下。有的腿已截了，有的手已丢了，有的是伤是在战地上冷冻坏死的才截肢的。大家相对无言，偶尔谈及什么时候能到青岛。
大家都暗自琢磨，我们这些人都是为国民党作战负伤，成了残废。毫无疑问，国民党会给予我们的荣誉和生活护理等各方面的优厚待遇。到了潍县，因铁路尚未修复，改坐大车，潍坊地区有很多人认识我。我把毛巾遮脸，只露出眼睛，大有无面见江东父老之慨。到了青岛外围的最前线，叫我们自己进入国民党防线，我不能走路。小桃将身上的棉衣脱下当车费，雇了一架独轮车，一边放棉被，一边给我躺下，叽呀叽呀地推进了国民党的前沿阵地伤兵收容所。伤兵收容所只有2个医生，几个办伙食的，每天换一次药，供给3顿小菜饭。心想零用钱1分也不给，也不转院，伤兵都有意见。但不是战胜归来，很少听见发牢骚，身边有钱的都不辞而别回家了，只有残废者和没钱人或无家可归的还在这待着。有个湖南老乡带有妻室和我商量，一同返乡。我考虑这事举足轻重，我的伤还没全好，还需要等一等，看政府是否会做出安排。他俩第2天就动身返乡了。我贮藏在大脑里已经很久想对小桃说的话，每次到了嘴边却又收回去，现在已经到了非说不行的时候了。小桃，我们经过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我还能活在人间，和你的关怀与护理是分不开的。以后不知怎样报答你。我的声音有些梗塞，但还想将话说完。伤兵收容所似乎不大管事，青岛这个孤城也非久留之地，只有向南方走。但我的良心不容许我欺骗你。我已有妻室，并生有一个女孩，妻为我坚守10年，没有改嫁。如果我断然与她离婚，她可能会自尽。我现在肢体已残废，那时我的心也会变成残缺。我既不能骗你，又不能害她。说时我心里很难受，但将积压心头的话说完后，又觉得很轻松。我还是应该送你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走路还需搀扶，上下车船，万一有个3长2短，那是不堪设想的。到了南方以后，看国民党政府是否会做出安排，不然就共同办一个诊所，或经商、手工业都可谋生。没想到他却很轻松自如地回答我。暮春的早晨仍觉得有些寒意。小桃见伤兵收容所对负伤归来官兵连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也没有，决定回青岛看他从乡村逃离到青岛的父母和兄嫂姊妹。他怕我不放心，下午就回来了，说他爹妈邀我去他家暂住，还带来吃的。你向你爹妈怎样说明我们的关系？患难朋友呗。我家见我活着归来都很高兴，又听了我说你很聪明能干，都想见到你。伤兵收容所这几天走了不少人，我决定和小桃到他家暂时休养，再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家住海滨路，房子倒也宽松，我住在一间小房子里。小桃带着她的哥嫂姐妹一一做了介绍。兄和嫂在盐业公司工作，姐夫和姐在青岛港务局工作。小桃的父亲是草药医生，在青岛挂牌行医，老家是诸城，解放前逃来青岛市。他检查了我的膝关节，嘱我要耐心做功能训练，完全可以恢复正常，并要我学医，不管什么社会制度都用得着，既方便了民众，自己也能获得生活上的安定。对我今后生活，二老都很关心。
每餐另外给我做饭菜，叫小桃送到床边吃，我很感激，也很抱歉。在青岛住了10来天，腿能慢慢跛着走。有时小桃扶着我到海滨路逛逛街，见有很多美国兵在街上走，海面停有美国军舰，情况紧急时，美军随时可以登上军舰。目前共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直捣南京，南京占领后，全国各地唾手可得。山东只剩下青岛市，当然不攻自破，不需牺牲一兵一卒。小桃的妹妹告诉我们，青岛已准备放弃，他们单位已定出撤离计划。我考虑必须赶紧离开青岛，到哪里去呢？自己所在的兵团已经不存在了，兵荒马乱的时刻，谁会理会一个战败归来的残疾人？决定去南京找国防部，入院治疗残腿。1949年的4月初，放弃青岛的消息传开了，惶恐和慌乱笼罩着整个青岛市，有钱人都抢购去上海的船票。小桃仍是同情我，没人帮助，无法上下车船，决心要护送我，托他妹买了2张去上海的船票。我们辞别小桃的父母，小桃的妹妹、哥哥、嫂子送我们上船。我拖着一条带残的腿，带着一颗创伤的心，别了青岛。4月10日到了上海，雇了一辆3轮车，直奔火车站，刚好赶上去南京的火车。到达南京后，小涛搀扶我到国防部，要求接见。一个没带军衔的军官出来，我很简要地做了自我介绍，要求入院治疗战伤。这人回答很干脆，这里不收住院的伤病官兵，请到后方去。说完就走了。他的表情很冷淡，而且不太镇静。事到如此，只得返回车站。隆隆的炮声一阵又一阵地震入耳内，预示着共军抢渡长江、占领南京的决战即将展开。我浑身觉得疲惫，要小桃将被子打开，在候车室地下躺下了。小桃见开往杭州的车到了，我正在做噩梦，叫醒我上了车。到了杭州，市民已惶恐不安，车站买票的人很拥挤，担心买不到车票。真凑巧，在街上碰到了我们市里的一个连长，是同期的黄埔同学，也是湘南老乡。他在淮海大战前负伤住院。他告诉我，李弥司令官自徐蚌会战失利后，化妆商贩脱险归来，以徐蚌战争外围作战的部队为基础，收容了不少失散官兵，重建第8军，明天就要开往衡阳，已经要好了车。第2天天刚亮，小桃扶着我到火车站，和部队一同上了车，打开被子睡在车厢板上，直到衡阳下车，住在同学的连部，食宿招呼很周到。这时南京政府人员纷纷向台湾转移，粤汉路南行列车拥挤不堪。1949年4月21日，共军西起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公里的长江水面用木船抢渡长江。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炳麟投共，70门大炮调转炮口，向21军阵地猛轰。司令官戴荣光被俘，共军顺利渡过长江天险。4月23日，共军占领南京；5月3日占领了杭州；5月22日占领了南昌；27日占领了上海。同时，国民党19兵团在贺胜桥、京口投共。5月16、17两日占领了华中军事重镇汉口、汉阳和武昌，兵败如山倒。瞬息间，整个国土变了颜色。
李弥司令官在衡阳收容了很多流散士兵，我跛着腿到司令部找李弥将军，恰遇他有事外出，没见着，但见到166师的副师长李国辉，他在淮海战役初期负伤，乘飞机至南京治愈。他建议我跟部队一路走，经广西云南入缅甸，再打回来。我向他陈述，我很想跟部队走，可是我的腿已成残疾，不能走路，会不会给部队增添麻烦？接着我将残腿给他看了，他犹豫了片刻。你到家有多远？我家在郴州地区，接近广东的山区，我身无分文，寸步难移。他提笔批了20元银元做我的回家路费。我回到同学连部，同学很同情我的处境。行军作战时，万一情况紧急甩下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想，家有一个从一不二的妻，天真可爱的女，应该鸟倦知返。回家虽然没有人阻挡，但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失败者，带着残疾归来。妻子、亲戚、家族和社会将会站在怎样的角度来看我？热情、冷淡、歧视、嘲讽。而今，不管怎样，只有一条路，往家走。5月下旬，从衡阳坐火车到郴州，转乘汽车到东江，沿着楚水左岸石板道，一步一步跛着往家走。两岸层峦耸翠，奇峰插云，满目松山，鸟声不绝。河中怪石星列，河水急流直下，积石溅花，翻成白雾。这些富有诗意的风景，像是在画中行，但我的心已给惭愧和情切占领了，没有兴致欣赏。两条腿像机械的惯性，无意识地交换着向前量着走。不知不觉到了妹家，妹高兴得合不上嘴来，热情地和我们说话，又忙着做点心、做饭菜。戚文训带着女儿来接我回家，见了真情专一的妻，天真可爱的女，万感交集，连话也说不出来。我们一路步行到了家里，满村的人都围上来看热闹，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小孩，门里门外都挤满了人。去时的小孩现在长大了，有的做了爹妈；往日的大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已老态龙钟。我们的家已分成5家，母亲和二嫂还有几个侄儿都已与世长辞。江山如昔，人已半飞。尤其对母亲未尽为子之孝，倍觉痛心。回忆当年外出时，曾下过决心，立过誓，不闯出一番事业，绝不回家。而今却像高飞的鸟，风雨来临的时候还得飞回自己的窝里。回到家里后，第一件事将我重伤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由小桃护理的经过介绍给妻。第二件事安排在家乡开设西医诊所。家乡人从没见过用西医治病，中医也不发达，有病问神婆，请巫师赶鬼。我买了很多医药书籍和一般药品、医疗器械，将诊所办起来了，填补了这个没有西药西医的真空地带。小桃管药、注射、给药、护理病人，我管看病，同时又买了一部缝纫机。妻会裁剪做衣，指灵真巧。空的时间，我也帮助裁缝纫机。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我们有技术，有劳力，自食其力，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困难。我记得念小学时，秀才老师教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王其奈我何哉？我以此而自立、自勉、自慰。诊所开业后，
我一面看书，一面湿疹，药效快，治愈率高，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有一个族叔叫世全的，小腿溃疡了10多年，地方上的中草药医生都医过，没有疗效。我根据症状诊断，属晚期梅毒，仅月余就给他治愈了，名声大振。有些老人驻帐专程来访，问我是从哪里学来这手好功夫。缝纫机一开业就没停过，还要开晚工，送来的布料仍是来不及缝。1英期裁剪不浪费布，2英价格定的比同行低，孤独无依的老人不收工钱。诊所和缝纫业越办越兴旺，我们也越做越有劲头。1950年春，我发觉有人要诬陷我，同时对国民党的党政军工作过的人员也开始有与众不同的看待，即使是在国民党当过小兵、保甲长、党团员也不例外。这样一来，我的诊所、缝纫业能否继续办下去，很难评估。我将小桃介绍到村小教书，希望她能平安的生活。1950年12月，我被以反革命嫌疑逮捕入狱。小桃很着急，立即向华东野战军写信，请求证明我是华东野战军医院遣送回籍的。证明呈上公安局，但仍是不问也不放。镇反运动处决那么多人，也没点上我的名。但小桃几次去县里看望我，监狱不准见面，连个条子也递不进去。社会给予他的政治压力，人们的歧视目光，迫使他无法继续待下去。1952年春，他抱着绝望，流着眼泪别了我的家乡北上。经过县城时，想和我见一面，看守所拒绝了，只在培新旅社留下了语言，要我安心等待，说黑夜过后便是晨曦，获得自由后到济南去找他，他找到工作后会来信。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小桃曾来过信，但我没见到。从那时候，他是否找到工作，平安与否，我一无所知。回忆我在极端苦难的时候，他全心全意地护理我。南返时，他搀扶着我，护送到家。我在生死关头的时刻，他千方百计营救我，但我没给他丝毫的报答就分手了，永远的分手了。1953年12月，我整整坐了3年牢，才获得释放。但4类分子的帽子仍紧紧地扣在我的头上。农村监督生产、外出和通讯的自由已被剥夺一空。直到1985年5月平反昭雪后，才获得完全自由，时已进入70岁。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搞得热火朝天，对出生或经历有疑问的人进行逼供和外调。有2个帽徽上有鞍山字样的公安员专程来找我，调查小桃的材料。我问小桃的工作单位，公安员拒绝告诉我，他在挨整了。然而我能做出什么呢？只有寄以无限的思念，祝他平安地度过险关。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很多年过去了，那些枪声、伤口、列车、牢房都已经退到了记忆的深处。可有一个人，余生前辈始终不知道他后来怎样生活，有没有被善待，有没有平安走过那些更残酷的岁月。他没有留下合影，没有留下书信，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可以追寻的地址。他只在余生前辈最不能活下去的时候出现过。如果说
这一生余生前辈做错过什么？那不是没有选择他，而是没有能力保护他。历史常常记住胜负，记住立场，却很少记住那些在最暗的时刻，只是想让别人活下去的人。余生前辈讲这个故事，不是为了怀旧，也不是为了申辩，他只是希望，当人们回望那个年代时，能记住，在仇恨与恐惧之间，曾经有人选择了善良。如果他还能听见，余生前辈想对他说一句迟到的话：我活下来了。